我跟他在一起11年了，从来不给我过生日，也不过结婚纪念日，甚至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给我买过。买那些东西很浪费钱，家里就我一个人挣钱，钱得省着点花。他这个人很没有担当，家里出了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在扛，他在这个家里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一直在挣钱养家，只是他的需求有时候我真的理解不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张先生40岁，来自山东工人；女嘉宾李女士40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了？11年了。有娃了吧？有娃了，11岁。今天来干嘛呀？我想来控诉他。控诉？就是我觉得吧，我的老公有一点心粗。啊。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这些年对我有一些忽略，对我不好。我就想说说我的委屈。他这个人没有给我过生日，也没有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为啥？我感觉是没必要。为啥没必要？感觉是一个形式，没必要，太浪费钱了。行，这个答案我们记下来了。还有啥要吐槽的？然后他个人卫生方面，脱掉的鞋子啊什么的就乱扔，头发呀也不知道理，胡子也不知道刮，然后他那个抽烟，而且抽烟就特别严重。我就觉得你抽烟你戒不掉的话，一时半会儿你至少少抽，这个东西对肺都不好的。一天抽几包啊？一天1包，不少。主持人，我觉得他说的1包我不相信，他每次买烟的时候他都买很多，然后没几天就抽完了。抽烟这事儿肯定是不良嗜好，要能戒就戒掉吧，少抽，对不对？对。还有别的吗？然后再就是在对孩子上吧，我觉得男孩先说。男孩。哦，男孩。爹还挺重要的。您说。10多岁了，然后现在也正式不好管的时候，对手机最近又比较迷恋。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2个应该打个配合？至少有个唱红脸，有个唱白脸的这样。谁红谁白呢？暂时都没有商量好。就是这个话题一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终止了。有的时候我跟他去交流沟通的时候都比较无效。他一般在家嘛，你就说他属于那种自由职业吧，然后在家时间比较多一点。我上班，经常不在家，然后呢，孩子一闹啊什么的，我看以后。有可能是心情急躁啊，或者什么的，就有可能就忍不住就打一下孩子。那你说你急躁个啥呢？我本身我就是有点急脾气，急上来那个劲儿啊，然后我就那什么，我就每次想和他交流，就是说咱俩能不能就是说配合一下？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上来那个脾气劲儿啊，然后就说的打孩子或者是那个嚷他的时候，你稍微的柔和一点。因为毕竟孩子跟我在身边时间比较长，然后可能我急啊我什么他不会怨我，那你呢时间又很久不见他一面，你上来你就跟他那么急，是吧？我都怕孩子记你仇，我这都是为你着想，然后结果他也不和我交流啊什么的。不是为啥很久不见一面啊？我们2个从结婚一直到现在吧，反正就是基本上在一起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为啥？就是他那会儿我带孩子在山东上学，然后他在天津一直上班，然后直到我现在回到天津来了以后，现在见面的机会多一些了。异地夫妻是吧？就是说前几年可以这么说，就是在孩子的管教问题上也达成不了共识。然后就觉得就是挺心累的吧。然后再我就觉得最近发生的这一件事儿，我就觉得让我挺心寒的，真是觉得家里面就是没有一个顶梁柱，指望不上他的感觉。上个月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查出来是恶性的肿瘤，当时就觉得晴天霹雳了一样，因为我是独生女儿。家里也没个可商量的人，然后只有一个老妈，老妈也60多岁了。对啊，我是这样觉得，我是有一个老公啊，但是我去找他求助的时候，他就没有对我什么表示，是安慰也好啊，是关注这件事情也好啊，就没有。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咱这个事儿是吧，咱得救啊，这是我亲爹呀，咱得救啊。现在这个经济情况也挺紧张的，因为去年刚买完房子，然后
经济上你拿不出来，你至少你想想辙什么的，就咱俩商量个办法。人家诊断的是恶性的，肯定是要手术的，然后具体的病理啊什么的都需要住院啊，这些细节问题，就我想跟他商量啊，或者干啥的。商量呗。我逮不着他人。他有的时候下班了，他就不回来了，然后就直接就在他那边，就是因为他工厂那边也可以住宿，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在那边住宿了。我就逮不着他人，我就打他电话，然后我就跟他就商量这个事儿，就商量不了。然后我想求助他，他也不帮助我，我就觉得没个依靠，没有依靠，在生活上对我没有帮助。行，这个结婚11年是吧？嗯，这么听起来你们俩经济好像不是很富裕。确实不是特别好，尤其去年又买了房子啊。去年买了房子，然后又占了我妈妈的那个积蓄，我们自己有一部分积蓄啊。然后还剩下个几万块钱的这个事儿吧。我就说你不行的话，你去跟那个你家里张一张嘴。然后就是两家都出一点。咱们那个把这个事儿就首付嘛。反正就差这点钱，就直接就给填吧上就算了。我是这样想的，我也想跟那个什么跟他这样商量的，结果他回来，他去找他姐姐去说这个事儿，也没说通，人家就是俩字儿就给打发回来了，没钱。然后我也特别不理解，我就跟他说，为什么那个他姐姐买房的时候，也就是我大姑姐嘛，我大姑姐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给拿着钱，然后到我们买房的时候他拿不回来？当时我姐买房的时候是我们给出点钱，然后，这不我们买房嘛，我就找我姐去要去，但是呢，就是说我姐那边人也是刚买完房，所以说她手里也没钱，然后我一听她没钱，我就没再要。借你们的钱还了吗？没有。买房是买到了天津，让孩子的户口过来好读书，是这意思？对，是这意思。所以这就算一家人团聚了。对，也那在没团聚之前，您是在山东？我在山东陪孩子，就是陪读。是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是吗？不，我那个孩子没有爷爷，我也没有公公，就是我嫁进门的时候就只有婆婆。就是婆婆。对。跟奶奶在一起。也不在一起。那奶奶关照的多吗？不多。对孙子为啥？我就觉得奶奶这边，我婆婆这边有点偏心眼子。偏谁呀？偏我大姑姐和他们家的孩子。就比如说关心这一块吧，他就是对我们的孩子就几乎不闻不问，也不主动，也不会联系啊什么的，就是主动问一问孙子怎么样啊，或者就是学习好不好啊，那个在那边就是适不适应啊什么的，这种常规的问题他都不会问的。等于婆媳关系也不是那么理想，是吧？我是本着就是新媳妇嫁进门的时候就准备就是和人家就是搞好关系的，然后就是准备和人家好好相处的这种。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好像也。就像我们两个婚姻一样，也不能光一个人使劲，一个人经营。这11年您挣钱吗？这11年我就是间断型的，就是像干兼职一样的。对，没有。所以钱挣的不是很多，是吧？主要精力是带娃。对对对。那你们家主要收入是来自先生，是吧？对的，现在家里面没有积蓄了，刚才说过也买了房了，对吧？买了房了。还动了我爸妈的积蓄。动了岳父岳母的。我爸妈还借了钱。所以等于陪伴的又少，挣钱挣的又少，又不懂浪漫，对的，是吧？你会觉得嫁的这个男人很冤的哈？对我什么帮助都没有，我就觉得。你能理解他吗？不能。就是为什么不能理解呢？他在家带娃，就应该的啊。他在家里看孩子，然后我在外面挣钱，是吧？你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吧。不是，他现在就说我主内啊，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挣的钱不够。那只能是我想法多挣点呗。人家的意思是钱挣的不够，没说完，你看你着急的，人家钱是挣的不够，没关系，咱也不是在乎这个。能对我好点吗？为啥对人家不好？人今天来兴师问罪是问在这儿了。我不在乎你挣多挣少，你为什么对我不好？跟过生日似的，我感觉一个是形式没必要，是吧？
因为戒不断的，你就是拿这个事儿光说我什么的，一到节日啊或者什么生日的时候就说我，整得我心也不好。我感觉，哎，你们当时怎么结的婚呢？自由恋爱吗？主持人，我们是相亲。啊。相亲就是在他的老家，有我一个就是我妈妈的朋友吧。啊。然后就是反正就说这个小伙，当时就说这个小伙还挺，比较忠厚老实，然后那个没有什么别的事儿问题啊什么的啊，就说的那个来见见。然后也不知道怎么着，当时可能是脑子里就是糊涂了呗，一半是水一半是面，然后我就晕乎了呗，然后就浆糊是吧？再加点温度就是浆糊啊。是的。就帅呗，对吧？现在看来并没有第一是帅，对吧？对。第二就是老实呗，他这种不善于言辞，你把他界定为老实了，是这意思吧？没啥花花肠子吧？目前看来没有啥花花肠子，也没有啥原则性的。然后就是，我就感觉我这一个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我想和他沟通，我想和他交流，我就觉得我在对空气说话。他本来就不善言辞，是不太能聊天哈。是，还是不太接受我们这样聊天。喝2杯也能聊点。我平时说话就很少。爱你老婆吗？爱她。儿子呢？也爱儿子。他这个表达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闷闷的，3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对，是的，我也想这样。但是他可能心里什么都清楚，这个恰恰又不是你想要的。你能明确的感受到他对你和对这个家就是实际上面他是有责任心的，并且把这个东西放过来了，有这种感觉吗？通过对我爸爸手术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冷漠，我就觉得很寒心。然后我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之前并不是这个样的，我就觉得他应该至少没有钱，你还没个话吗？你为什么就是说你在我爸爸手术期间或者什么，你没有任何暖心的话，也不会说积极主动的给岳父打一个电话这样子，也不会安慰我。为啥？我感觉当时是他打完电话以后，我心里是也挺着急的。我也当时咱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多厉害、多严重，到底是需要花多少钱。然后呢，我就跟我寻思着，这不是也快卖收嘛，我从我妈那边，然后卖收以后把那钱拿出来，然后再想法凑吧点儿，然后治这个病，是这样想的。他也有想法呀。他是这样想，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就是到刚才他这说之前为止，我才知道。所以他不会表达嘛。他。那我的理解就是，他当时你是不是也懵了？就是一下蒙圈了。说这么大个病怎么办？你也手足无措了，你也慌了，对吗？当时心也挺也难受也慌，表达不出来，是这意思吧？是。所以其实。这是他的能力问题，并不是他的责任心的问题，你意识到了吗？我觉得他没有担当，就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觉得他没有担当。而且家里面，我觉得就是我们2个分开那段时间，我自己管孩子的时候，大事小情，上到拧灯泡，下到修水管，我全都学会了。我结婚之前，我在家不能说娇滴滴，也不能说公主病吧，至少被我爸妈还养得挺好的。我就跟他比，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女汉子。你今天来吐槽，吐完槽要干嘛呢？我就是希望，反正过还是得过的，因为我们2个毕竟有小孩，有孩子都10几岁了，然后他毕竟是亲爹嘛，然后我就希望他能通过咱这个节目，他能有一些触动。好，触动。然后他能改变一下他的方式，至少要和我交流，要和我沟通。要和我就是不要像对着空气说话一样的，不要让我孤军奋战。好。每次他就都说那个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挺好的。我就说你觉得挺好的，那是我在给你负重前行，你觉得岁月很静好。好。哎呀，这世界上面最害怕就是一个能表达的妻子和一个闷罐一样的丈夫啊，一个可能内心是炙热的，但是表达不出来；一个可能内心同样是炙热，但是说出来的话全是反向的。
各位老师，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帮助这对夫妻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冯红兄，虽然是相亲，但是当时他的性格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他当时相亲的时候还并没有现在这么闷，也挺愿意说话的。当时一天我记得好像会打很多电话给我。打电话话多吗？也不少，就是很多的，就是我就觉得跟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你认为是结婚以后他变了？对，他变了，他对我不上心了。丈夫自己感觉到变化吗？有点儿，就感觉。为什么会有点呢？可能就是平时交流的时候，我比如说做错点什么事儿，他一个劲儿的这样说来说去的，整得我索性不说。这不是一种合适的面对婚姻的解决办法。我在想，夫妻之间，我们性格不同，作为妻子，当然也应该去包容这样的不同。但是我们是接受情感，也可以表达情感。你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向这个女性去表达、去释放？我只能理解你对妻子的这种爱，已经越来越在降温了。如果温度再降下去，就到冰点了，这段婚姻就无法维系了。如果说你也想拯救，那就尽快的升温。我想，即便是开关，它也在你手里，你是能够做到的。谢谢，谢谢冯红兄。文老师。我整场看下来，我感觉下来，我不一定准确啊，但是我觉得丈夫他本身这个人是不是性格他就很胆小？我觉得他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以一个胆怯者的姿态去面对。第二个就是姐姐，我其实能看出来你性格里面有一点急躁的，所以他逐渐的、慢慢的，他其实他的一个认知是在很多他建立的是你很多对他造成冲击的这种性格急躁的画面累积起来，慢慢的他会对你有一点障碍。他永远想的就是你要的那个结果，我交付不了，我达不到。然而你的情绪、你的急躁、你的性格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方面，就让他觉得这个压力非常的大。他只要你发现没有，你们俩解决问题当中，只要他会去计算一个成本。他计算完成本之后，他发现如果这个事情预判超出我可以支付的成本，那我宁愿不做。那他不会说出来，他又很胆小，他不会说出来。这一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你们俩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那个核心的问题和痛点。你首先让他跟他去沟通，然后给他设立目标感吧。我觉得这是我能提出来的有效建议啊。好，谢谢文老师。杨老师，男同志，你现在真的是在丧失共情能力。我不觉得你是个坏人，我认为你赚的钱真的是用在了家里。我认为你如果有那份力，也不会不孝顺你的老丈人。我觉得他是一个。还是一个踏实负责任的人，也没有花花肠子。但是你今天呈现出来的冷漠，不会共情，这是偏离了人性的，我觉得一个正常的轨道。什么造成的我不知道，但今天看起来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要跳脱出你现在生活的这个现状，稍微找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你别怪我出这好像觉得馊主意哈，自己家都不管还兴趣爱好呢。你需要把你大脑这个皮层活跃一下。哪怕你说我有个小爱好是打把游戏，我举个例子，或者说我找好朋友倾诉一下心声，甚至说我可能去更多了解一下心理学相关内容。你要打破你现在这个状态，否则你将来没人爱，因为你现在丧失了爱别人的能力哦。你的问题还挺严重的，你要开始认识到自己不能共情，你的冷漠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你独善其身、保护自己、不想产生冲突的一个工具。行，好不好？啊，好，谢谢杨老师。米娜老师，我不觉得他就是有很大问题啊。我也不觉得人要是没有共情能力会怎样，因为共情能力它也就是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有的人是内向的，有的人是外向的。我们要接受人与人自然就不同。我还得说，你的丈夫得好了，他是木讷的人，否则谁跟你过，谁被你逼死。你的情绪像漩涡，姑娘，
整个生活里头全是你在抱怨。我刚刚听着你哭啊，我在听那些细碎的事儿，我在想，我说女人为啥觉得这么委屈呢？不就是拧个灯泡吗？不就是修修水管吗？这些咱都干啊。我俩共情一下，我们俩都干这事儿，还干得特开心。老师是的，是因为这些年我都是在这样主动的去跟他说一些事情。不是，这没啥问题呀，你不要有委屈感啊。我就希望他能积极主动一点。这不就是你在婚姻里觉得委屈的点吗？不是丈夫差，而是你期待过高。你丈夫就像很多家庭里头本分木讷的丈夫一样，他踏实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但是妻子不知足和抱怨要求很多。假如换一个男人，能言会道，共情能力强，早就会在你说他姐姐、说他妈妈和挑事儿的时候就蹦出来了，也早就会在你说他对你们家不上心或者怎么着，为自己辩护了。可这个男人连辩护他都不辩护，就随你这样说他。他真的那么糟吗？咱婚姻真的那么委屈吗？是一念之差，让你觉得你的生活如在地狱。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个生活只要你调整过来自己的思维角度，已经是在天堂。谢谢米娜老师。哎呀，这人真是啊，两地分居的时候、异地的时候，都挺好，在一起咋就过不下去了呢？是吧？你们想，你们虽然结婚了11年，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才多长？你们没有建立出一个良好的模式关系，在亲密关系上他都不懂。你别看他40岁了，那我就问你几个问题，行不行？你可以就正常回答就行了。第一个问题，一个女人，你喜爱的女人，你爱的女人，说她想过个生日，这件事儿能不能过？我感觉不能。啊？不能。为什么不能？前提是你爱的女人，为什么不能？因为感觉是一个形式，没必要。那什么是有必要的？怎么能表达出你对她的爱？这个事儿就是，我感觉是把这个钱省下来，买家里需要。我说过生日让你给她买黄金首饰了，我只是说过个生日啊。我可没提什么任何条件啊。煮个方便面，放个荷包蛋，这一些都是长寿的意思啊。对呀，就花3块钱买个蛋糕也是啊。所以这个妻子听明白了吗？自己找乐子吧。来，打，还是没必要，对吧？活该你光棍儿。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认为对的就都对了，不是你认为好的就是都好的。你不是他的工具，你能明白吗？是。他也不是你的工具。是。你们需要有交流，他有需要，他告诉你，在你能满足的条件下，你是要满足他的合理需求的。这个你能理解吗？能理解。对呀，我不知道你妈有没有教育过你啊？有一句话你要听，你知道吧？听老婆的话，有衣穿，有饭吃，你把这个记住。好，是。这个女人娶回家了是你老婆了，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她不高兴，她有可能跑。有一些需求能满足的，举手之劳就要满足。比如说，过生日，哪怕你说老婆生日快乐，她都会很高兴，对吧？哪怕你买一个小蛋糕给她，她也会很高兴。记住了哈，记住。这不复杂，不复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希望，以后咱俩就是合作起来，不要让我再感觉我是在一个人战斗。然后，我们2个应该携起手来，然后把这个家经营好，把孩子看好，然后我做好一个好妻子、好妈妈，然后你也尽力去扮演好你的角色，好丈夫和好爸爸。我尽量的去做好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经营好这个家庭。然后我父母对你也挺好的，把你当亲儿子一样。
你这么些年你心里也有数，然后我也希望你对他们再好一些。我尽力。谢谢两位，加油，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鱼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吧，预测一下是不是双出？双出是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作为妻子确实要容忍一些丈夫不同的性格，包括习惯，去降低自己的期望值。但是丈夫还是应该做些改变的。来，文老师。我替女生说个话吧，我觉得她在这段关系里面肯定是受了委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说受了委屈要肯定她，然后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哥以后就是其实他的要求真的不过分。理解您那个心疼女生，确实是。来，叶老师。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婚姻关系其实还是稳固的，就是还是有那种夫妻的那种相濡以沫的感觉底色在。我觉得40岁了嘛，就略做调整也是好事儿，对吧？以后还有好几十年的生活呢。双出。于大老师。肯定双出啊！他们俩其实挺搭的，一个超敏感，一个超迟钝。挺好的。来吧，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快！有！好，就在这儿。我再给你30秒，你好好跟他说一段话，想好了说。就是你心里对他什么样的情感，你就跟他说。现在，以后我尽量去多照顾你们，多交流。哎呦，把你追他的时候情话说出来就好了嘛。来，请见证。请亮灯吧。你就记住啊，以前追他怎么说的那些话，你就保持追他那个时候那个样子，就是他要的。这个会吧？会。加油好不好？祝你们幸福！谢谢两位。谢谢。又不会说了，又激动了，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所以有爱你发现它是掩饰不了的，表达方式可能是不同的，但是真有爱真有感情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祝他们幸福。再一次的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